我干了5年凶宅清洁师，把100多个命案现场打理得像从未发生过悲剧。我本以为腐朽与颓败的气息就是这份工作的全部底色，直到我在一面新砌的墙里抠出一枚生锈的青铜铃，铃铛在掌心微微震颤的触感，瞬间撕裂了我尘封10年的记忆。那是我妹妹失踪前每晚攥在手里才能入睡的旧物。我猛地抬头，空气里的刺鼻气息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当年她房间里那股挥之不散的甜腻的陈旧木料味道。凌晨2点17分，电话骤然响起，西郊白鹿山庄9号独栋。电话那头是刑侦支队副队长老陈，声音粗糙的像被砂纸磨过。灭门4口，现场情况特殊，麻烦你多带几个人手。我挂了电话，在黑暗里静坐3秒，起身穿上那套浆洗的发白的深蓝色工作服。老陈口中的麻烦，意味着现场的惨烈远超常规，也意味着报酬能抵平常3单。我叫莫尘，开了家名为归静的公司，专门在警方、法医和痕检撤走后，进入那些房子，抹除死亡留下的所有可视痕迹，不仅是残留的杂物，还有那些抽象的、凝固的绝望。这是个游走于明暗缝隙的行当，见不得光，却需求旺盛。20分钟后，我和手下最利索的大兵榔头站在白鹿山庄9号别墅的雕花铁门外，警戒带的荧光条在夜风里微闪，空气粘稠的让人窒息，铁锈味混着一丝怪异的甜腥，不住往肺里钻。老陈靠着车门，指尖烟头明灭。一家4口，户主生意垮了，欠债，先害了妻女，最后自己。他用手指在喉间虚划一下，弄干净点，别给亲戚添堵。我点点头，套上全套防护装备，橡胶手套勒紧手腕的瞬间，我与外界彻底隔绝。推开沉重的实木门，压抑的景象扑面而来。客厅的水晶吊灯将惨白的光砸向地面，到处都是挣扎、拖拽的痕迹，从地毯蔓延到墙壁，连天花板的浮雕上都沾着凝固的深色印记，气味复杂的令人作呕。除了底调的腥气，还混杂着酸腐与空洞的味道，那是生命消散后独有的沉寂。榔头喉结滚动，大兵别过脸去，按流程来。我的声音透过口罩，沉闷却稳定。大兵负责客厅和主卧，榔头管儿童房和客卫，我来处理厨房、餐厅和楼梯间。所有织物玻璃装袋送处理，固体残留用双层密封袋，墙面地砖按石痕镜加活性煤加3轮紫外线消杀的步骤来。孩子的案子永远是最难啃的骨头。我走向厨房，这里是女主人出事的地方。白色的岛台和墙面布满大片暗沉印记，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。我蹲下身清理缝隙，机械的动作暂时麻痹了思维。就在清理橱柜底部与墙壁的接缝时，指尖忽然碰到一个坚硬冰凉的异物，卡在极深的缝隙里，像是被刻意塞进去的。警方勘察细致，案里不会遗留任何东西。我取来金属探镊，小心翼翼将它夹出。那东西裹着一层干结的附着物。我走到水槽边冲洗，暗红褪去，露出一枚比指甲盖略大的青铜铃铛，款式古旧，布满绿锈，铃舌像是被焊死了，摇不响。铃身刻着抽象的眼睛纹路，瞳孔位置嵌着一粒极小的浑浊黑石。嗡，我的大脑瞬间空白，所有声音都被抽离，世界缩小到这枚铃铛上。冰冷的触感顺着指尖炸开刺骨的寒颤。我认得它，10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，我推开妹妹墨雨的房门，房间整洁的过分，床铺平整，课本落得一丝不苟，只有枕边放着这枚铃铛。同样的青铜材质，同样的黑石眼睛，这是他消失后留下的唯一私人物品。莫哥，你没事吧？榔头的喊声把我拽回现实。我发现自己死死攥着铃铛，指节发白，连忙将它揣进防护服内袋，沙哑着说：这里差不多了，我去帮大兵。站起身时眼前一黑，我扶住橱柜才稳住身形。不可能，绝无可能。墨雨内向胆小，连独自坐公交都害怕，怎么会毫无征兆的消失？当年警方调查无果，以疑似离家出走结案，父母郁郁而终，偌大的房子只剩我守着残缺的回忆。这枚铃铛像一把生锈的凿子，狠狠楔进早已结痂的伤疤。后续工作我魂不守舍，铃铛在口袋里沉甸甸的，像一块烧红的炭。直到天色泛青，别墅终于恢复洁净，只剩刺鼻的消毒水味。老陈拍了拍我的肩，尾款明天到账。陈队，现场所有东西都带走了。我叫住他，有没有特别的小物件，比如孩子的玩具或手工装饰品？老陈用异样的眼神看了我2秒，没有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随口问问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没敢多说。在找到更多线索前，我不想再承受那种你太敏感了的怜悯眼神。回到公司，我反锁办公室门，从内袋取出铃铛，又打开抽屉最深处的铁盒，拿出另一枚。2枚铃铛并排放在桌上，尺寸、重量、锈蚀程度、黑石位置一模一样，绝非巧合。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升，
墨雨的失踪与这起灭门案一定藏着某种黑暗的关联。我打开公司加密数据库，里面记录着5年来经手的所有案子。我要找规律，如果铃铛是标记，其他现场或许也有。整整2天，我吃住在办公室，疯狂检索案卷。大兵和榔头送饭都被我轰了出去。第3天下午，鼠标停在3年前的案子上，城东即将拆迁的老公寓楼，独居年轻女租客出事，警方定性为自杀，现场反锁，有重度抑郁症就诊记录。我放大现场照片，卧室老旧衣柜的杂物阴影边缘有个模糊的圆形轮廓，调出清理记录，备注写着顶层杂物若干，含陈旧玩具，已按协议销毁。就是他，我抓起车钥匙冲出去，可老楼早已拆平，原地建起新商品楼，线索似乎断了。我又筛查其他案子，发现几起看似无关的案件，现场都透着诡异的平静，像精心设计的悲剧结局。我逐一寻访昔日凶宅，却一无所获。就在我濒临放弃时，新电话打了进来，来电是市郊山里的高端民宿七云山居，对方语气镇定的过分。一位客人在房间内过世，非刑事案件，希望你尽快来做深度清洁。飞行案现场很少找我们，除非有他们处理不了的东西。我带上大兵和榔头出发，民宿藏在竹林里。经理脸色发青的将我们引到一栋木屋别墅前。客人3天前入住，今早发现的，用了皮带，警方已判定自杀，定金给你，务必彻底清理。推开木屋门，一股浓烈的甜腻酸腐气息涌出，是密闭空间里生命逝去后特有的味道。屋内陈设精致却凌乱，浴室门框挂着半截断掉的皮带，地板上有一滩深色粘稠痕迹。我们按流程处理，当我把床上的夹克装进密封袋时，一个硬物滑落，发出叮的轻响。我低头，血液瞬间冲上头顶，又冻结地上躺着一枚青铜铃铛，沾着几点暗褐色污渍，黑石眼睛正望着我。不是巧合，灭门案、独居女案、民宿案，3起案件3枚铃铛，必然存在关联。我不动声色收起铃铛，清理结束后找到经理，方便透露客人基本信息嘛。我们处理后续要避开民俗禁忌。我退回部分定金，经理犹豫片刻，压低声音，他叫陆川，外地人，只有身份证号和手机号。回到公司，我调查陆川，发现5年前本地新闻简报，大学生陆川徒步穿越城西迷雾岭失踪，搜救半月无果，认定为意外失踪。简报证件照与身份证复印件高度重合，一个5年前失踪的人，为何突然出现在民宿后自杀？我找到当年报道此事的记者沈乔，他如今经营独立工作室，专门调查悬案。电话接通，我说明情况后，沈乔沉默良久。你手头是不是有个青铜铃铛？锈了，上面有黑石头。见面后，沈乔拿出平板，照片里的铃铛与我手里的别无二致。这是陆川失踪时留在帐篷里的，警方当成普通饰品没采纳。他缓缓吐出3个字：杜州人，一个代号。沈乔身体前倾，我追查发现，多起类似自杀或意外案的受害者，事发前都经历过极致痛苦，现场或遗物中都有铃铛踪迹。杜州人不直接动手，只是倾听、理解，给他们渡到彼岸的选择。铃铛既是，船票也是锚点。我背脊发凉，观澜别墅的男主人、城西女孩、陆川都是被选中的乘客。那我妹妹墨雨。沈乔看着我苍白的脸，你和受害者有关联。我挣扎片刻，说出真相。墨雨，我妹妹10年前失踪，她枕边也有一枚同样的铃铛。沈乔叹了口气，合作吧，阻止下一趟摆渡。1周后，一个声音颤抖的女人来电，说家里不干净，有异响，东西移位，需要驱邪避秽室清理。地址在城南老城区筒子楼，离我和墨雨小时候的家只隔2条街。开门的是30出头的周文，眼圈乌黑，面容憔悴，攥着衣角的指节发白。房间狭小昏暗，窗帘紧闭，弥漫着陈腐的空气，清新剂味道。每晚都有人叹气，椅子自己会动。警察说我精神紧张，可我知道不是。我丈夫出差很久了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他眼神闪烁，明显在撒谎。我假装检查电路，走到阳台，角落倒扣的搪瓷脸盆下有一小撮新翻的泥土。掀开脸盆，一枚青铜铃铛埋在土里，黑石眼睛在昏暗光线下泛着幽微的光。你最近有没有收到奇怪礼物，或和陌生人深聊过？我尽量平静地问。周文摇头，提到丈夫时脸色煞白，身体发抖。他在外地忙，还要一阵子才回来。离开后，我立刻联系沈乔。3小时后，他急促来电，出事了。周文丈夫赵志刚是塔吊司机，5天前操作时塔吊失灵，从高空坠落身亡，工地私了赔偿，签了保密协议。丈夫惨死，赔偿封口，妻子精神崩溃，完美的摆渡对象。我们现在去找他。我吼道。晚了。沈乔声音无力。1小时前，周文从3楼阳台跳下身亡，现场有遗书，说铃铛响了，
丈夫来接她去没有痛苦的地方。电话挂断，我攥着方向盘，手心全是冷汗。又晚了，我没能拉住周文，就像10年前没能看住墨雨。杜周人像高明的心理猎手，精准找到悬崖边的灵魂，再温柔的推上最后一把。忽然，陌生号码来电，听筒里是经过失真处理的声音：莫尘，10年了，该回家看看了，你妹妹在终点站等你。我猛地踩下油门，冲向城北早已废弃的红星纺织厂，就指那是妹妹失踪前最后被监控拍到的地方。半小时后，我站在锈蚀坍塌的厂门前，野草漫生，厂房顶破了几个洞，像沉默巨兽的残缺眼眶，空气里满是灰尘、霉烂织物和铁锈的混合气味。我打开手机照明，走进车间，纺织机只剩生锈的钢铁骨架，投出张牙舞爪的阴影。莫尘，声音从深处传来，我转身，光束照到沈乔。我一直在等你。他脸上没有锐利，只有悲悯的平静。是你，你就是杜周人。我声音嘶哑。沈乔摇头，是我们。话音未落，四周阴影里亮起几盏昏黄应急灯，勾勒出一个个沉默人影。他们男女老少各异，眼神空洞却带着超脱的安宁。而人影中央站着一个年轻女人，穿着米色毛衣、牛仔裤，长发披肩，脸与记忆中妹妹有7分相似，褪去稚气，多了疏离。小雨，我不敢置信。女人看着我，声音比记忆中低沉。哥，10年了，你还是找来了。你没死，这10年去哪了？为什么不回家？我大脑轰鸣，因为我找到了更真实的家。墨雨张开手臂，我们都是命运河里的溺水者，直到杜周人找到我们。他让我们明白，死亡不是终结，是彼岸。我们不是杀人，是引渡苦海里的同胞。铃铛是引渡灵，我们从不强迫，只是展示另一条路，选择在他们自己。爸妈到死都在念你的名字，我悲痛大喊。墨雨眼神波动一瞬，随即平静，他们的痛苦也终结了，现在一定在更好的地方。你们要引我引渡，我冷笑。沈乔走过来，我们邀请你加入。你见过太多绝望，该懂活着对某些灵魂是无期徒刑，我们做的是慈悲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你永远困在迷雾里。墨雨取出一枚铃铛放在机器上，纹路是周的符文盒演的变形。杜周人既是摆渡者也是观察者，看透灵魂裂痕。我们曾是裂缝里的光，现在成了提灯人。你们不会停手。墨雨点头，这是我们的道。那我也不会停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会揭露你们。沈乔笑了，笑声刺耳。证据呢？所有案子都有合理定论，铃铛只是破铜烂铁。你说神秘组织引诱自杀，谁会信？我们只是提供哲学选择，最终迈出那步的是他们自己，这不犯法。沈乔转身引入黑暗，其他人也陆续离开。墨雨看着我，眼神有歉疚有遗憾，唯独没有回头。哥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路。他的背影决绝消失在黑暗中。2天后，我坐在刑侦支队办公室，把所有事情告诉老陈。他沉默良久，烟灰缸堆满烟头。老莫，我想信你，但办案要讲证据。所有案子都符合自杀或自害特征，铃铛上的痕迹无法证明是死者生前持有。你压力太大了，好好休息，有新线索再找我。我走出警局，阳光刺眼却暖不透心底。我找媒体讲述故事，只有小报愿意登，很快被删除，评论全是嘲讽。公司客户纷纷取消合作，大兵和榔头也另谋高就。我没放弃，便利店值夜班，白天游荡在城市边缘，寻找新的非正常死亡案现场的青铜铃铛。我找到了一次又一次，在桥墩下、廉价旅馆、公园湖边，铃铛像黑暗中的菌类，在死亡的土壤上悄然出现。我把它们擦拭干净，收进铁盒，铁盒越来越沉。3个月后的雨夜，我值完夜班回到公寓楼下，声控灯坏了一片漆黑。刚要开门，身后传来叮的轻响，借着远处路灯微光，我看到水泥地上躺着一枚崭新的青铜铃铛，下面压着纸条，上面打印着摆渡人也有资格上船吗？落款是简笔画的眼睛，瞳孔处一个浓黑点。我抬头，雨夜空无一人，只有冰凉的雨丝打在脸上。我握紧铃铛和纸条，推开家门走进黑暗，铁盒里又多了一枚。战争还未结束，或许永远不会结束。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对抗一个组织，还是对抗这座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冰冷的绝望本身。